这个大型呢确定之后，就可以直接去画它这个头的形状了。这个是没有多大变化的，这是头部的基本体块。过来的这里是颧弓、锁骨和下巴之间的相对位置。锁骨在锁骨头的下边向后延伸一个斜着的圆面。然后这个是胸腔的大致造型，从锁骨头向前倾斜一个胸骨，这是一个大致的胸腔造型。在这个圆面的后边连接一个向前弧的柱体到这个头骨上，头骨在底面看是接在这里中间的这个位置，这个呢是枕大孔，颈椎是接到这个位置的。然后这里是乳突，这里是乳突，这是下颌角，这个是颧弓，这是眼眶。然后脊柱啊在胸腔的后边，胸腔下来之后接的是腰椎、胸椎、腰椎、颈椎。腰椎接的是骶骨，这是朝后倾斜的，也就是骨盆朝后倾斜。骨盆呢概括成一个倒着的圆台，倒置的圆台，倾斜的。前面这里找一个点，找一个点，这个就相当于髂前上棘，在这里切一下，然后呢再往里边，再往下切一下。这是两个髂前上棘之间的连线，这里向前连接，这块呢就是耻骨联合，从髂前上棘连到耻骨联合，形成了就是小腹前面的这个倒三角形。然后在这个位置呢，一般还会有这个小腹部鼓起来。下面这里是会阴的部分，这个位置是髋臼，髋臼连出来的是大转子，这是骨盆这里的一些基础结构，这个大致了解就可以，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。最重要的是记住髂前上棘和耻骨联合这个位置。这个是人体中轴的骨骼，这是颞线。颞线过来之后，这里头骨最宽的地方，从顶视出来看，这里就是顶结节。那最高的地方是那个头骨顶点。从顶视的视角看的话呢，头骨是这样的，后宽前面窄，这里有鼓起来的这个颧弓，额头中间有两个骨点，比较圆比较大的骨点，这个骨点呢是额结节，也叫额丘，两个额丘之间是额头的正面，额丘到颞线是半侧面，这边是侧面。这个是刻突，这个是贯突，这个知道就可以。这里是下颌角，这里是颧骨，这是眉弓转角。其实我们概括的时候找的都是这些标志性的、极具概括价值的这些点，这些骨点，包括从这儿连到这儿就得到了侧面和半侧面。然后在锁骨的外端连接的是肩峰，肩峰向后到肩胛岗。肩胛岗呢连到肩胛骨，肩胛骨在胸腔的后侧，在肩峰下边是肱骨头，肱骨头下面是肱骨下边的膨大区，也是肱骨滑车。在髋臼窝里边有一个球，球就是股骨头，股骨头接股骨颈，然后股骨颈接的是大转子，也是一个骨头膨大区。股骨的下端类似一个锤子头。如果这个髋关节前屈的话呢，它会往后屈。这个锤子头也是单轴关节，就我们屈膝的时候就是这个方向，跟手肘一样。
这是骨骼的基本造型。然后继续，跟肱骨相咬合的是耻骨，这个是这个尺子的尺，下面的这一块是这个尺。耻骨呢是上端，就是近端，这边是远端，近端大，远端小。在外侧是桡骨，桡骨呢跟它相反，是近端小，远端大。跟它相咬合。这个它们没有咬合关系，它是对着的。胫骨的上端可以给它概括成一个方，方前面有一个三角形的小面。如果是直立的话，胫骨呢比较垂直于地面，胫骨的横截面是三角形，尖儿朝前，然后股骨的横截面也是三角形，这个尖朝后，前面的面朝前，这是它横截面的一个特征。在胫骨上端外侧靠后的位置是腓骨，这个是腓骨头，斜着往下、往前，和胫骨下端横大区共同构成了脚踝，内侧踝和外侧踝，然后外侧踝低，内侧踝高，它们也共同构成了这个扳手的形状。然后脚呢就大概齐带就行了。然后这个是内侧，在内侧呢很少能看到外侧的这个腓骨头。然后足的话，在内侧有一个这种穿插，从大拇脚趾这一侧上来之后连接到脚踝，它跟脚跟是错开的，外侧呢没有错开。然后这个是手骨，耻骨这头对应的是小拇指，桡骨这一侧对应的是大拇指，这边也是，这边是大拇指。好，首先暂时我们先不用具体去刻画，先把骨骼的这个拍一下，然后我要往骨骼上面去添加肌肉。